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虾。就在昨天，官方公布了4.3下半卡池的信息啊，将于下周二晚上6点更新。全新4星角色夏沃雷以及老角色5星雷神以及萧公将迎来复刻了。那么这期视频呢，给大家聊一聊这期卡池的抽取建议吧，有帮助到各位，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至于一个硬币10经验，同人视频对转发权重比较大，帮忙转发一下吧，不用真的转发，退回来就行了。同时还有经验拿，谢谢。卡池的4星陪跑角色9条以及班尼特，以及新角色夏沃雷。武器方面呢是各自的专武，以及2把卧龙凤雏的4星武器了。老样子，先从4星角色说起吧。第一位班尼特，相信老玩家也不陌生了，因为机制功能强大，被很多玩家称为6星火神和战神。打到毕业的情况可以加1000多的攻击力以及高额回血，破的能力强、冷却短等优秀机制，也是让他从开服到现在依然屹立不倒。0命能用，1命更好，5命毕业，6命看情况吧。不过在目前版本6命班尼特限制非常少了，对个别角色来说火附着会负提升，但是很少啊。总体强度和水神行丘方向性差不多，只能说各有千秋吧。第二位9条沙罗，说是雷系专辅，但是目前也就搭配2命雷神打输出，组成雷9万帮了的顶配阵容为主，而且培养需要6命9条，不然少了60的爆伤，导致雷神攻击力比较高，爆伤比较低，少了特别多伤害啊。这个角色目前也就推荐2命雷神，而且需要满命9条去培养才比较好。对第1命玩家来说，以及没有2命雷神是完全不推荐去培养的。然后来看看新角色夏沃雷这个角色啊，就比较有意思了啊。战绩给战场角色回复生命值，单队伍触发超载可以给夏沃雷补充一个比较强的子弹，发射出去可以给火雷角色加攻击力。而大招呢是一个输出技能为主的，也就是说夏沃雷当辅助情况下不需要充能了。而天赋呢是队伍有火雷角色至少有一个啊，有点像那个逆路啊，触发超载敌人火雷抗性降低，听说蛮事实啊。除了有限制之外，作为一个4星角色能够治疗加攻减抗，大招呢还有一定的伤害，我这一点是非常看好这个角色的嘛，毕竟不靠大招为主的，靠战绩启动的，不用担心大招充不满等问题啊，直接战绩释放就行了。而且靠大招你还要堆充能，占用一定的一个词条量了，这一点就差距还挺大的。看完技能后来看一下雷神卡池吧，就好像官方已经给你配好了双雷双火，在对单攻坚的情况下可以把万叶换的夏沃雷给没有万叶或者比较忙的玩家去选择嘛。不过只能作为下一位替代了，还得看测试啊，因为有超载问题，雷神打小怪肯定是不好用了。如果有远程的萧公，或许有不错的发挥吧。萧北下帮不仅有看打断，攻击力加的很多，或许萧公可以带金光杀肉了。不过这个也得测试，各位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呐，看看萧公这次能不能喝汤，或者说有什么下位替代选择吧。然后来说说雷电将军吧，作为 2.1 版本初次登场的角色，随着风挡版本的到来啊，龙王以及纳维亚到来之后，这也导致雷神的地位已经降低了不少。就算到了我这个面板0命的情况下，也不是很强了。但是0命雷神主要还是一个辅助占比比较多的角色，增伤充能的，附带输出的一名5星雷系角色。如果你是追求强度党，不考虑抽取2命，那么在如今版本啊，已经不是很推荐抽取了。当然你要是考虑2命的雷神，那还是非常顶的，毕竟2命巫师减防给的太多了。或者说你阵容比较少啊，雷神主雷国也是可以抽取的角色啊，毕竟一对雷国一对草国打起深渊还是绰绰有余了。总体来说会比虚迷版本降低一个等级的抽取吧，抽不抽得看你们自己了，这叉 P 就随意咯。至于萧公也是一个人气非常高的角色了，阳光活泼开朗的少女，我也是特别吃这一点的。不过强度方面数值给的不是很够，也让不少玩家和同样火系胡桃去对比了，而且几乎每次复刻都遇到前后都有比较强的角色啊，被很多玩家称为萧公又打高端局了。不过随着4星夏沃雷的到来，或许在正式服可以喝汤了吧，真正的烟花武装队了，这个只能说拭目以待了。不过个人觉得不是很看好啊，毕竟数值都摆那里了。抽取这名角色的玩家，我是推荐手机党玩家去抽的。深渊的9到11层小怪也是比较多，有不错的发挥，因为他的技能简单无脑，开 E 就能发射了。说白了，这个角色不推荐强度党去抽取吧。不过还是那一句话，喜欢就抽就完了。武器方面，飞雷满级66爆伤，特效给攻击力的，还有普攻增伤的。这把武器主要是给萧公公子使用的，
其他角色因为有高爆伤情况下，特效虽然不能吃满，但是还是能用的。不过相比弱水的泛用性还是低上一筹了。而道光呢，作为雷神的专武，同时还能很多长枪角色使用，充能高，攻击加的也很多嘛。就比如给香菱算是毕业武器了，给申鹤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卡池总体来说不是很好啊，考虑到弓箭武器比较卷，如果你不是给萧公抽飞雷的话，这把武器卡池是完全不用抽的。毕竟策划几乎每次飞雷复刻都安排了萧公的4星毕业武器弓杖。满精炼的弓杖和专武飞雷差距10%左右，不过弓杖双爆不好堆，如果你的面板比较差，那差距就不止10%了。弓杖呢，目前呢只能给萧公使用了吧。西风剑所有单手剑辅助需要充能角色都可以使用啊，比较主流的就是给弗琳娜、望叶琴用的比较多吧。至于断浪呢，提供大招增伤的，加的很多，不过需要满精炼才好用。好用归好用，不过这把武器是限定武器，想要抽到满精炼的情况下是几乎不可能啦。我是老玩家，目前才金2啊。这把武器我比较推荐的角色就是香菱啊，就充能不缺的情况下非常香啊。然后把鱼插给雷神，这样就挺完美了嘛，不用抽专武。由于夏沃雷是长枪角色啊，然后他大招有点伤害，到时候正式符合测试这把武器的一个强度吧。如果夏沃雷的大招有伤害比较高，那么这把武器应该也挺适合他的。可惜夏沃雷是吃生命值为主来提高奶量的，不过打输出或许可以带吧。第4把武器招星，字如其名就是招星的意思。这把武器的特效还有这个主词条不好用，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这么搞的，招星很多次都复刻了。另外一把羽柴，这把的特效和这个精通啊也挺那个了，泛用性很低的一把武器。这2把只能说卧龙凤雏了吧。你说能给谁过渡呢？北斗啊，可以来个感电过渡，前期还是很不错的，到后期就基本用不到了啊。这期卡池总体能聊东西真不多，强度党玩家雷神看你抽不抽2命了，不抽2命我不是很推荐啊。原石有限的性价比玩家来说，0命可以考虑，如果是老玩家抽0命我就不是很推荐了，几乎就用不到了。而萧公呢，追求体验大世界手机玩家可以抽，其他看自己。因为萧公命座提升比较小嘛，命座方面也不建议抽。武器卡池方面推荐原石足够的以及有萧公的玩家去抽，没有萧公的话飞雷抽出来真不划算啊。道光强度自然就不用多说了，要输出有输出，要辅助有辅助。我是角色全都有了，下半卡池打算捞一只夏沃雷出来吧，毕竟这个角色不管是XP还是强度，我觉得都值得去捞一只出来。就希望别把1命雷神出来了之后，我去考虑抽2命的情况啊，那就上当了，是吧？应该不会吧。视频最后祝各位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吧。那么我是梁夏，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各位拜拜。